好呀，叶峰。首先，我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会拒绝为什么？因为你说了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嘛。对，你听到的是叶枫说的主理人叶枫和我的视频连线采访。在视频的后半段，叶枫突然反客为主，他来问我了一个问题，于是我们聊了聊人生，聊了聊大马。我想把这一段先给你听到。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你，你嗯是觉得到了大马以后，有没有感觉自己对生活的这个要求更细腻了呢？你会发现，哎，不是你一个人，是大家都这样。他们嗯，他们好像回归了生活本真。我觉得就是为了生活，甚至于我觉得，这个点它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我们正因为想清楚了什么比原先干的事情更重要，才会愿意抛开重新去体验生活，因此一定会扩大了脑袋，瞪大了眼睛，更加认真的去体会你身边的人事物。这就是一种我一直把它形容为是一种重生的过程。这里不是说你如何就你这个人变了，我觉得甚至不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区别，或者说你的这个经济的好或者是暂时的低迷的区别，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和你人生的起落都没有关系。是它没有关系。是一个一开始咱们的9年义务告诉你的这个你的人生的这个方向的结构，是先给你树立了目标。然后你要朝这个目标去前进的，我们始终的认为这种方式是无比正确的。当你在某个时间点出国以后，在某个时间点，这个价值观突然就推翻了，被重建了，你才会发现，哎，人可以没有目标的活着。哎，我们干嘛要有目标呢？我们的目标为什么呢？人的目标不都是要死的吗？那你去死好了，干嘛要有目标呢？对，所以我们发现，原来过程很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尤其我们在马来西亚嘛，更不会说是为了从一个发达国家而去。我更多的还是想要强调是这个过程是投回到生活本身的，因为你刚讲的9年制义务教育，你所接受到的，包括你后面长期的教育、家庭的教育、社会环境所告诉你的，很少是说你要为了自己而活。那我们切换一个环境，更多的去发现个体的价值是什么，去张扬个性和个体。就是你的什么归属感啊，什么漂泊感呐、或者是不稳定的这种恍惚呀、迷茫啊，其实真的是和环境的关系哈，它是很微妙的。环境能够给到同一个人的，一定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你所能够拥有的东西多或者是少。嗯嗯，这也是风未动，方未动，然后心在动，这跟你所处的心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包括既然是马来西亚专题嘛，今天那聊到，包括来到马来西亚，不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过后，就是很多人在 YouTube 上也会说我来这里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啊，马来西亚的优点或者是缺点我们其实都是比较片面的，因为什么？它都和你当下所处的这种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你的状态忽然一下子变好了之后呢？妈呀！你出去，你都看那个树的绿色的饱和度都比原来要高。对，是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而且我甚至于更加公平开放的来看呢，我会觉得这正是 YouTube 所可以提供的价值，因为所谓自媒体，就是每个人提供了一面自己心境的镜子，把他的那个特点展现出来，而观众所需要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如果每个人讲的都是高大上的，都是准确标准的，那由 BBC 来提供好了，由 CCTV 来提供好了。我们再回到开头，一起了解叶枫的故事。他为什么做 YouTube？ 他的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他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他和他观众的那些故事。因为你说了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嘛。这个骄傲，其实我认为是对于一些问题的观点，我有自己的看法。但你说对人的那种恃才傲物，其实家里长辈都会教你要有傲骨，不要有傲气。我其实也非常开心，因为当我到马来西亚来之前，你给我有过回信，你也是唯一给我回信的，
给到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多给我发 email 的，我看到大家都是满怀诚意的去打开邮件去写这封信的。如果不回复是不礼貌的，你愿意去分享给别人，帮助给别人，其实你自己内心也是很满足的。相信你现在已经从事了同样的事情，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对吧？是。好，那我想可不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你常常在很多节目后面都会说点不点赞你随便，这个你能展开说说吗？YouTuber 本身在一期节目里头会加注很多次很高频的这样的话，我认为是比较耗费大家的关注度、分散精力的。那我就想，如果是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最后，既然你已经看到我最后了，我相信你是有耐心去点一个赞、去点一个关注的，那就不用我再去提醒这件事情了。其实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这个大家相互很同频的人，我说你懂。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最好的。那你做节目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呢？可以解密一下你整个制作节目的流程吗？我是比较懒的，说实话，这种信息比较琐碎，需要收集、整理、求证，太耗费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其实也很佩服你的，你能够频繁更新，预约各种嘉宾，而且每次都全力以赴去做各种前期工作啊，以及后期剪辑啊。我的频道没有办法给话题设限，没有嘉宾也不用出镜，那么就可以确保每周有一天的某个上午，花3个小时完成从有灵感到文案提纲到录制加配上字幕上传全部流程。我是适合一鼓作气做事情的人，否则会失去这个做事情的热情，也可以称之为懒惰吧。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好听？但是你的声音不单单引来了很多人的欣赏，也引来了一些人的攻击吧，打一些小小的引号。我的评论区其实有几种声音，基本上如果说对我提出的节目内容啊、评论角度而说，很少有网友站在对立面。我是说很少啊，但很奇怪，就反而是在声音的角度，有些网友认为我的声音有的难以忍受，说非常难以忍受，听多了会得心脏病。其实对声音表达从这角度来说，我还是蛮自信的，但喜不喜欢都很正常。但能够到非常难以忍受的程度，我认为是有点偏恨意了。我明白，就是你不喜欢的语气和语调在我这里出现了。认为有过分的，比方说骄傲或者目中无人。其实这种从心理学上来说是一种比较自卑的折射。也就是说，你在说事情，他在说态度。为什么他不说事情呢？因为事情本身无可非议。我记得你在节目中也解释过，你之前因为受过很长时间在广播台的专业训练其实我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很好玩了，因为我从业以后，我在音乐电台，我接触的更多的这方面是艺术类的东西。唱歌的人他说话一个字的这个发音的这个速度和从元音到辅音的饱满程度，它是经过细腻推敲的。是丹田式的发声，而科班出身的人会比较倾向于胸腔的共鸣。换句话说，我们的气息比他们更低会更稳一点。但都过往云烟了，那个是10年的从业经验。如果带给自己什么考验的话，也就是出国以后你会发现，信马由缰、自由奔放。没有任何束缚的东西，其实是你更加向往的一种状态。真性情的东西在现在才能够释放出来，现在的才是真正的自己。我很想再了解你做 YouTube 的初衷是什么？没有什么初衷啊，就为什么一声叹息？不同年龄，不同境遇，总是有一些需要表达的东西嘛，通过一些渠道去释放。而有的人就喜欢，我去酒吧和别人聊聊天，喝个一个小酒。而有的人就喜欢我上网跟帖。无论是和人对着骂也好，或者如何也好，他们都其实是在抒发自我爱，对吧？那我只是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方式去表达，而且跟你一样，我相信在做了某种人生选择之后，很多想和你一样选择的人需要你的分享和参考。前期是顺风顺水的话，你是会非常上瘾的。我记得我第1期节目做了落地大马的前期的很多事情，可能是3周以后吧，流量突然暴涨到2万以上，就是单期节目，然后1个月后，就这1期节目就直接让我突破了 YouTube 的瓶颈，就是你可以去盈利啊，什么什么4000订阅啊，什么浏览多少来着就直接就突破了，我就吓了一跳，我说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很轻易的迈过门槛之后呢，给了我很多信心。
那不做是有点可惜的，那就做吧。所以这个事情它是水到渠成的吧，意外，纯属意外。原来如此。那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更加远期的一个目标，是希望自己的频道能够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以后我想我会流行一些不在版权范围内音乐，来增加节目整体的美感。毕竟我也不是一个时政或者聊天的节目，多一些意境类的审美，其实是属于我自己的调调的。10万呢或者20万关注，我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之前在自己评论区说，对，在20万关注我就出镜啊什么的，巴拉巴拉。但其实就是半开玩笑的一个许诺吧。因为我之所以敢说，人想这件事情也许会很遥远。所以千万不要太快贡献点击量给我，我没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也不敢食言，因为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流量。叶枫说始终算是一个偏小众话题的频道，比较自我一些。但它也不是一个类似说是叶枫的一个树洞，让你去对自己去表达心声。你还是希望，我还是想要在更多探索，就是 YouTube 的频道，它能够带给你一些什么？你觉得？面具。就是说，我是看到了别人的面具，但是我是不希望戴任何的面具，恰恰是因为我不希望戴面具，所以我没有出镜。我确保这70多期节目以来，我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做任何的润色和加工。这就是你身边的人有趣，首先是你是不是一个向往有趣灵魂的人，你如果向往，你会靠近的。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摘下面具，就是以戴着面具的方式摘下面具，可以说出更多故事的一个平台。对，我是希望看似有面具，它其实是完全真实的一个存在。我会觉得，因为这些朋友的存在，哪怕只有很少的人，跟你是完全的坚信跟随你，你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你在南欧，你在马耳他，你有想念大马的一些什么吗？在你曾经居住过小几年的地方？哎呀，当然想了，那种地方多自在呀！就比方说吉隆坡，它有它自己的文化，你不论是一个民族还是多个民族的文化，但那是文化。既然是文化，你就有体验的一个过程和时间，甚至你要花很多精力去体验，这个是丢不掉的。更何况，因为同源同宗的一部分饮食啊、审美啊这些接近，你在那里会那个舒适度会很高。你好像没有住在吉隆坡是吧？我们严格意义上算是在雪兰莪，不在 KLCC 越到人群密集度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人方便人行走的路和快车道是隔开的，然后你可以步行的去购物中心，去14去吃饭什么的。疫情期间呢，我会扩大了自己的圈子，我可以在楼下去打打网球啊，包括游泳啊。风控最严重的地区，这些都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是，因为你经历了这个风控的整个特殊的时期。其实对马来西亚蛮遗憾的，就是，他也救了我原因，因为我想在马来西亚住这么久，风控，其他的很多城市没有去过。但反过来想，如果是疫情期间我住在别的地方，比方说我回到深圳去住，都不会有这么自由的，我会被封在深圳的这个社区里边，根本就出不来。我后悔的话，就是说我其实开 YouTube 挺晚的，一年多以前才开。我做的第1期节目火了之后，刚好我就买了机票就走了。所以这3年我没有给大马贡献太多的这个话题度和流量，这也是我这后面这1年，我偶尔还会提到马来西亚，提到吉隆坡，甚至有一些中国同胞想要办理2加的时候，我会说一些这方面的攻略。也是觉得我可能有一些没有及时给朋友们反馈和分享的，如果现在还来得及的话，我愿意针对性的再去做几期节目。非常感谢你。有没有后续再回到大马去再休假再来玩乐一下的想法？大马是我家呀，我干嘛叫度假呢？就是是第2家园吧？我要对啊，第2家园我是要回来的呀。我今年我也会回来的。我觉得我回来，我一落地，我都要开始录一下视频，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这种久违的高兴。基本上就夏天吧，我是有这个计划的，甚至还会有清单去列一下我到去哪些地方。比方说去槟城看一看啊，去新山看一看啊，
你也可以到我们家来吃一顿，我太太可以我又对这个来试一下。看过你们做美食的那一期，真的是太绝妙了。在你的生意的本业啊，然后在 YouTube 之外，还会做一些什么这个休闲时候做的事情？我要这样说可能会比较招骂的，就我普通的时间可能别人是无法能够体会的，因为我的朋友不多，我先生的朋友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前半生的朋友都蛮多的，但是自从就是我们结婚以后，我发现彼此的朋友都少了很多，那他们见不得我们两个拉手。见不得我们就经常对，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投给了彼此，然后呢，我们会在闲暇的时候开车，去海边或者去徒步，或者几张机票说走就走。我要不说我拿申根签就很有意义的这个拿绿卡很有意义的，我不是说能够去到很多国家，我是能够频繁去到很多国家。就是你会把它就好像你今天抬脚说，哎，我们去下一个街角去吃个什么，而我们的我们明天去意大利哪里，我们去看看那家餐厅上次吃的不错，我这个月还想去，就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了。孤独和寂寞这两个词到底一样不一样？其实我认为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是不一样的。我会享受孤独，所以我不会太寂寞。我在享受的孤独，我们在享受孤独的时候是不寂寞的。不知道您是不是理解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说寂寞这个词就不会出现在你的字典里，你并不会感到空虚？我非常奉行一句话，叫做人人孤生独死啊。这句话说出来好像很残酷，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没有去站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角度？为什么说狭窄呢？就是不看别人，只看自己。非常狭窄的角度去纵观，纵观是时间线上的纵观和平览就是你周遭环境的平览，去纵观和平览你所有能够带给你的这些东西，什么能够是让你感觉精神很丰满的？我认为是此生一定要行遍天下。所以我第一期节目的最后末尾我说过，和对的人牵手，御风而行，去哪里不重要。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其中一点，比方说美食玩那就是行遍天下，乐就是和对的人做对的事情。如果你们永远有不同的话题，每天在同频的程度上一直在聊天，一定是你们是在以同一个方向共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的。这点其实你也是，我发现你和这个夫人一直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是，我们会维持一个夫妻对谈的系列，这对我们来说是反省，是目视现状，更是一种未来的成长。